易经占卜象数卦课程第7堂课易经占卜基础知识3八卦的基础知识第1节课程重点。我们常很开玩笑的说，你这个人很爱讲八卦哦。为什么会用八卦来表示呢？就是因为八卦表示了天地间的万物现象，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能讲，都爱讲的意思啦。所以只要你懂得八卦，你就能了解天地间的万物现象。听起来很神是吧？其实易经占卜就是在这个哲学观念下而逐渐发展形成的学术。而且等你们真的能掌握住易经占卜象数卦的断卦方式之后，就会知道八卦能对应万物的神奇之处了。尤其是学习到后面的大大增加解卦的神奇，易经64卦的现代占卜卦象运用课程后，你就会更对八卦取向的用法能有更宽广的认识了。我们这一堂课程会提到先天八卦自然生成的法则、八卦的卦象口诀、后天八卦的五行跟方位、八卦之中的深刻。那我们就正式来上课喽。第2节先天八卦的内容。第1点，八卦的形成。我们这个课程是易经占卜，运用的是八卦。那你会好奇，八卦是怎么产生的吗？另外有分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2种，而先有先天八卦的产生之后，再出现后天八卦。所以这一节就要来讲解先天八卦的内容。在刚开始的第1堂课，易经是什么？有讲过，易经最开始的来源是在人类智慧科技未发达的远古时代。古代人类会很遵从自然界的力量，所以就产生了巫师、卜官这类特殊职业的人，专门来推算天地自然变化的情况，而运用象征性的符号。阴阳八卦64卦来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情况，所以八卦的形成过程也是以简单的逻辑而自然的产生。这个以传统专业的讲法称为先天八卦加一倍生成图。生成流程是这样的，请大家看讲义上的图片会更清楚。先由阴阳两仪还没分出来的混沌状态太极，然后分出一个阳爻跟一个阴爻，称为两仪，然后再分别加上一个阳爻跟一个阴爻，就会出现太阳、少阴、少阳、太阴这4种情况，称为四象，然后再分别加上一个阳爻跟一个阴爻，就会形成各有3个爻的八卦。因为是以依序加一个爻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称为先天八卦。第2点，八卦的名称，并且由这8个卦由左边阳爻出现的地方开始推算，则从第1个卦称乾为天卦，兑为泽卦，离为火卦，震为雷卦，顺为风卦，坎为水卦，艮为山卦，坤为地卦。第3点，先天八卦的数字。接下来要讲的是易经占卜跟先天八卦很重要的运用，就要依据先天八卦生成的次序来配上数字来起卦。配法是乾1兑2离3震4顺5坎6艮7坤8。这个起卦的方法在后面课程易经占卜象数卦起卦的方法时间数字时会详细来配合实例做讲授的。第3节八卦的卦象口诀，古人曾经编了一套比拟东西的八卦口诀，让我们在学习八卦的时候容易记住八卦的卦象，就是前3联表示乾卦是3个没有间断的阳爻，对上缺表示对卦最上面的爻象是一个有缺口的阴爻，离中虚表示离卦最中间的爻象是一个有空虚断掉的阴爻，正阳鱼表示正卦最上面跟中间的2个爻象都是有缺口的阴爻，就像开口朝上的碗一样。顺下段表示顺卦最下面的爻象是一个有断掉的阴爻，
坎中满表示坎卦只有中间的爻象是一个有圆满的阳爻，而上面跟下面的爻象都是断掉的阴爻。艮复完表示艮卦中间跟下面的两个爻象都是有缺口的阴爻，就像开口朝下盖住的碗一样。坤六断表示坤卦的三个爻象都是断开的阴爻，所以就像6个断掉的线条一样。第4节后天八卦的五行跟方位。第一点，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的差别。前面讲了有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两种的卦象、卦名跟五行是一样。那两种差别在哪里呢？基本上，先天八卦揭示了不受人为影响的一种大自然的原始现象，反映了宇宙、地球诞生初期的万物的情况。而后天八卦反映的是产生人事物之后的具体状况。先天跟后天在时间、空间上都有区别。先天指规律，后天指现象。先天为事物未成，后天为事物已成定数。先天尚未形成时还可以改变，后天已成事实无法改变。第二点，后天八卦的阴阳分法。我来讲一讲，用理解方法来教大家看出后天八卦是阴卦还是阳卦，这样你们就能节省头脑去死背了。你们看看每个卦都是有3个爻，乾卦是3个阳爻，所以是全阳的卦；坤卦是3个阴爻，所以是属全阴的卦。剩下6个卦，我们可以发觉每卦的3个爻象中一定有单独是阳爻或阴爻的，就以这个单独的爻象来决定该卦是属阳卦或阴卦。比如我们看离中虚卦，上爻跟下爻都是阳爻，只有中间一个爻象是阴爻，所以离卦是阴卦。再看正阳，最上面跟中间的两爻象都是阴爻，只有最下面的爻象是单独一个阳爻，所以正卦是阳卦。依据我讲的看法，就可以知道为阳卦的有乾卦、震卦、坎卦、艮卦；属于阴卦的有坤卦、顺卦、离卦、兑卦。如果我们看后天八卦，就会发现刚好下面的4个卦都是阳卦，然后上面的4个卦都是阴卦。第3点，后天八卦的五行跟方位。我前面一直提到，易经是传统象数文化，而这里的象也包含了图画之象，所以我这里就用后天八卦图来讲解后天八卦的五行跟方位。首先，依据传统八卦图的讲法，方位是跟现代的地理位置相反的。因为我讲过，易经的古代思想是以自然五行的现象，坎卦为水往下流，所以在最下方；离卦为火往上延烧，所以在上面。在左边的是东方五行属木，右边就是西方五行属金。所以我们看讲义的后天八卦图的情况，可见坎卦五行属阳水在北方，艮卦五行属阳土在东北方，震卦五行属阳木在东方，顺卦五行属阴木在东南方，离卦五行属阴火在南方，坤卦五行属阴土在西南方，兑卦五行属阴金在西方，乾卦五行属阳金在西北方。而上面的这个后天八卦的方位，就是我们后面另一堂课程易经占卜象数卦起卦的方法，方位人物在起卦时候的依据，所以大家也要记起来才可以哦。第4点，八卦的相生跟相克。上面有讲过，八卦也有五行，所以既然五行能产生相生或相克，当然八卦也能彼此相生或相克了。现在要讲的内容是在易经占卜时候运用八卦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卦7号在判断这个卦的吉凶情况，主要就是以八卦的相生或相克的情况来决定的。大家要注意了，一八卦相生，
属金的乾卦跟兑卦生属水的坎卦，属水的坎卦生属木的震卦跟顺卦，属木的震卦跟顺卦生属火的离卦，属火的离卦生属土的艮卦跟坤卦。八卦相克，属金的乾卦跟兑卦克属木的震卦跟顺卦，属木的震卦跟顺卦克属土的艮卦跟坤卦，属土的艮卦跟坤卦克属水的坎卦，属水的坎卦克属火的离卦，属火的离卦会克属金的乾卦跟兑卦。第五节课程结语，上面讲完了有关八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先天八卦的数字还有后天八卦的方位，因为这两点都跟起卦很有关系，还有八卦的阴阳跟相生相克的关系，也要记得清清楚楚才行，这样别人才会说，哎，你是会算八卦，而不是会讲八卦了。下面的一堂课会将八卦所代表的人事物、时间等等，在我们要占卜时会用到的重要八卦象数，介绍的更完整清楚，大家千万要仔细听讲才行哦。